当我开始在心里替自己留出温度，世界也跟着变柔软。这句话是在某个疲惫到几乎没有力气责怪自己的夜里浮现的。那天我坐在床边，灯光昏黄，心却很冷。我习惯对自己严格，习惯在犯错时放大缺点，习惯在不够完美时用力鞭策。我总以为成长来自批判，来自自律，来自不放过任何瑕疵。于是我对自己说话的语气比对任何人都冷。别人失误时，我会理解，会安慰，会告诉他们慢慢来。可当轮到自己，我却只剩下责备。久而久之，我发现自己对世界的眼光也变得挑剔，变得防备，变得敏感。好像内在有多少寒意，外界就映照出多少冷风。直到那个夜晚，我忽然问自己，如果我愿意用对待朋友的方式对待自己，会发生什么事？这个念头很陌生，甚至有点不习惯。我试着在心里说一句：“你已经很努力了。”那句话出口时，我几乎要哭，因为那是我第一次没有条件地站在自己这边。那一瞬间，我感觉到一点点温度，不是外界给的，而是从内在慢慢升起，像一盏小小的灯在胸口亮起。我开始练习在失误时不再立刻责怪，在疲惫时允许自己休息，在害怕时轻轻抱住自己。这些动作很小，却改变了我的感受。当我在心里流出温度，对自己的语气变柔，对自己的期待变宽，我惊讶地发现世界好像也变了。那些曾让我觉得刺耳的话不再那么锋利，那些曾让我焦虑的场景不再那么压迫。不是世界真的改变，而是我不再用寒冷的眼光看它。当内在有温度，外界的风就不那么刺骨。我开始更容易理解别人的难，更容易原谅无心的错，更容易在冲突里保持平稳。因为我不再急着证明自己，不再急着防卫。那份来自内心的温暖像是一层柔软的保护，它不让我变脆弱，反而让我更有力量。我终于懂了，温度不是奢侈，而是基础。当我把自己照顾好，世界就不再像敌人。现在的我依然会犯错，依然会失落，依然会怀疑。但我知道，在心里有一个位置是留给自己的。那个位置不批判，不苛责，不急。它只是安静地说：“没关系，我们慢慢来。”当我开始在心里替自己留出温度，世界也跟着变柔软。因为我终于明白，真正能改变我感受的不是外界的天气，而是我内在的温度。当我愿意承认那些需要被照顾的部分，他们便不再需要用痛说话。这句话是在某一次无预警的崩溃之后慢慢浮现的。那天其实没有发生什么特别严重的事，只是某一句话，某一个眼神突然击中了我。我反应过度，情绪翻涌，像是压抑已久的什么终于冲破堤防。事后我对自己感到困惑，甚至羞愧。我明明已经长大，明明已经学会理性，为什么还会被这样的小事刺痛？我第一个念头是压回去，告诉自己别那么敏感，别那么脆弱，别那么夸张。可这一次我停下来了。我没有立刻责备自己，而是轻轻问了一句：是哪一部分在痛？那个问题像打开了一道门。我开始看见，原来不是现在的我在崩溃，而是某个更小的部分，某个曾经没有被好好安抚的自己在替我说话。那个部分曾经被忽略，曾经被否定，曾经在需要拥抱时只得到沉默。它一直都在，只是我太努力往前，没有回头。当我愿意承认，原来我心里还有需要被照顾的角落，那种痛突然变得可以理解。它不再只是情绪失控，而是一种讯号。不是要破坏我，而是要我靠近自己。我开始在情绪来临时不再立刻压制，不再急着合理化，而是给他一点空间，让他说，让他哭，让他颤抖。在那样的陪伴里，痛的声音慢慢变小，不是因为消失，而是因为被听见。我才明白，那些反复出现的刺痛其实是在替未被照顾的部分发声。
当我忽略他们，就用更大的声音提醒我；当我否认他们，就用更深的痛敲门。可当我愿意承认、愿意看见、愿意对自己说：“我知道你还在受伤”，那些痛就不再需要那么剧烈。它们开始转化，变成理解，变成柔软，变成一种更深的自我连结。我发现照顾自己不是溺爱，而是一种责任；不是逃避成长，而是让成长更完整。当我愿意承认那些需要被照顾的部分，我不再把自己分成强与弱，不再把脆弱视为失败。我开始知道，完整的人本来就包含伤口，而那些伤口不是羞耻，而是通往更深理解的入口。现在的我在情绪升起时，不再急着压下，而是先问：你需要什么？这个问题让内在变得温柔。那些曾经只能用痛说话的部分，终于有了新的语言。那是一种被允许、被理解、被接住的语言。当我愿意承认那些需要被照顾的部分，他们便不再需要用痛说话。而我也终于能在自己怀里找到真正的平静。当我开始在情绪里陪着自己，而不是责备自己，心便找回位置。这句话是在某一次情绪失控之后，我没有立刻惩罚自己的那一刻诞生的。过去的我一旦情绪失衡，第一个反应总是批评。为什么这么敏感？为什么又想太多？为什么不能成熟一点？那些话语像刀一样，在情绪已经翻涌的时候再补上一刀。我以为责备能让我变好，以为苛刻能让我进步，以为只要对自己够严厉，情绪就会变乖。可事实是，情绪从来不因为羞愧而消失，它只会躲起来，然后在更不适合的时候爆发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真的太累了，累得不想再对抗，累得不想再假装坚强。那一次，当情绪升起时，我没有急着修正，我只是坐下来对自己说：“好，现在很难受。”那句话简单却温柔，它没有分析，没有指责，没有解释，只是承认。就在那样的承认里，我感觉到心里有什么慢慢松开。原来情绪不是敌人，它只是需要陪伴。当我不再责备，而是陪着，那种陪伴像是在风雨中替自己撑起一把伞。雨还在下，但我不再淋湿。我开始学会在情绪里呼吸，学会不急着结束不舒服，学会让难过有时间流动。每一次我这样做，心就回到一点点位置。那个位置不是完美，而是稳定。我不再因为有情绪就否定自己，也不再因为低潮就觉得退步。我开始理解情绪只是讯号，它提醒我累了，提醒我在意，提醒我渴望被理解。当我愿意陪着它而不是压制，它就不再翻涌的那么剧烈。那份改变让我重新感觉到自己，不是被情绪牵着走，也不是压抑到麻木，而是站在情绪里，仍然与自己同在。现在的我仍然会难过，仍然会生气，仍然会害怕，但我不再因为这些感受把自己推开。我会在心里为自己留一个座位，让情绪坐下，让自己坐在旁边。这样的时刻没有掌声，没有答案，却有一种深深的安心。当我开始在情绪里陪着自己，而不是责备自己，心便找回位置。那个位置让我在风雨中不再迷失，也让我明白真正的成熟不是没有情绪，而是在情绪里仍然愿意握住自己的手。当我愿意靠近自己，而不是逃离自己，现实也开始变得可触摸。这句话是在我终于停止分心的那一天浮现的那一天，没有戏剧性的转折，只是我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很久没有真正和自己待在一起。我习惯用忙碌填满时间，用滑动萤幕填满空白，用计划填满焦虑。只要一有不舒服的感觉，我就立刻转移注意，好像只要不去看那些困惑与不安就会消失。可它们从未消失，它们只是堆积在我假装没事的角落。
我一直以为自己在努力生活，其实是在努力逃离。逃离那个偶尔脆弱的我，逃离那个会怀疑的我，逃离那个不够确定的我。可当我逃得越远，现实就越模糊，事情好像都隔着一层雾。我对未来没有真实感，对现在没有踏实感，像是站在生活之外，看着自己演一场戏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累到不想再分心，我把手机放下，把音乐关掉，让房间只剩下呼吸的声音。那种安静一开始让我不安，因为我终于无法再逃。我看见心里的焦躁，看见那些未解的情绪，看见自己其实很需要被理解。我没有急着解决，也没有急着否定，我只是靠近，像走向一个很久没见的自己。当我愿意靠近，那些原本模糊的感受开始有了轮廓。我知道自己为什么累，知道自己为什么不安，知道自己为什么反复怀疑。这些知道不是理论，而是触感。我开始感觉到现实，不是抽象的目标，不是远方的期待，而是此刻的身体，此刻的情绪，此刻的需要。原来当我逃离自己，我也同时逃离生活。而当我愿意留下来，留下来感受，留下来倾听，留下来承认，现实便变得清晰。我能触摸到自己的选择，触摸到自己的界限，触摸到真正的渴望。那种可触摸让我不再漂浮，我不再只是思考人生，而是真正活在其中。现在的我偶尔还是会想逃，想躲进忙碌，想假装没事。但我学会提醒自己，靠近不会毁了我，逃离才会让我迷失。当我愿意靠近自己，而不是逃离自己，现实也开始变得可触摸。我不再站在生活之外，而是走进其中，带着真实的感受，带着真实的心，一步一步，稳稳地站在自己的位置上。当我开始让自己被爱，而不是把爱藏起来，爱便开始流动。这句话是在一段沉默很久的关系里慢慢浮现的。那段时间，我总是习惯付出，习惯照顾，习惯站在给予的位置，却很少允许自己被看见。我以为爱是责任，是体贴，是把对方放在前面，是把自己的需求往后收。我总是笑着说没关系，总是说我可以，总是说不用为我担心。我把脆弱藏起来，把渴望压下去，把需要包装成独立。表面上我看起来很成熟，很稳定，很不需要依赖。可在夜深人静时，我却常常感到孤单。那种孤单不是没有人，而是没有人真正走进来。因为我没有让任何人进来。我把爱当成给予，却忘了爱也需要流动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在一次坦白的对话里说出一句平常绝对不会说的话。其实我也会害怕。那句话出口时，我心跳得很快，像是把一层长久的防备拆开。我没有确定对方会怎么回应，也没有把握自己会不会后悔。但就在那一刻，我感觉到某种真实，不是强撑，不是逞强，而是真诚。当我愿意让自己被爱，让对方看见我的脆弱，让自己承认需要，那种封闭的状态慢慢松开。爱不再只是我单向的付出，而是一种交流。我开始明白，把爱藏起来不是保护，而是隔离。我以为这样不会受伤，却也同时阻断了温暖。当我学会说出需要，说出感受，说出不安，爱开始流动。不是剧烈，而是温柔。我不再觉得付出是义务，也不再觉得接受是软弱。我开始在爱里放松，允许被拥抱，允许被理解，允许被照顾。那种允许让关系变得真实，也让我更完整。现在的我依然会害怕失去，依然会担心受伤，但我不再因为害怕就把爱关起来。我知道爱本来就不是静止的，它需要流动，需要交换，需要双向的敞开。当我开始让自己被爱，而不是把爱藏起来，爱便开始流动。
在对话里，在眼神里，在沉默里。而我终于不再孤单，因为我没有再把自己藏起来。当我重新接住自己，世界也开始重新拥住我。这句话是在某一次彻底失望之后慢慢浮现的。那时的我觉得自己被抛在原地，努力没有回应，付出没有等值，真心没有被好好对待。我开始怀疑，是不是世界对我太冷？是不是命运总是绕过我？是不是我天生就不够幸运？可在那样的失落里，我忽然意识到一件更深的事。当我觉得世界没有拥住我时，其实我也早已松开了自己。我把责任丢给外界，把期待交给别人，把希望放在某些结果上，却忘了问自己，如果没有任何人接住我，我还愿不愿意接住自己？这个问题让我沉默，因为答案并不理所当然。过去的我在失败时责怪自己，在失落时否定自己，在被拒绝时怀疑价值。我对世界的失望其实也藏着对自己的放弃。直到那一天，我终于停下来，不再等外界改变。我对自己说，不管发生什么，我都在。那句话很轻却很稳。我开始在低潮时不再自我攻击，在迷惘时不再否定过去，在受伤时不再急着假装坚强。我重新站回自己身边，那种感觉像是把散落在外的碎片一片片捡回来，不是完美却完整。当我愿意接住自己的情绪，接住自己的不安，接住自己的脆弱，我突然发现世界对我的态度也在改变。不是因为世界变了，而是因为我不再把自己丢下。当我稳住外界的风，就不再那么猛烈。当我相信自己值得被善待，我也开始更自然地遇见善意。那些曾经觉得冷漠的场景开始出现理解，那些曾经觉得孤立的时刻开始出现陪伴。我终于明白，世界常常是我对自己的映照。当我松开自己，世界也显得疏离。当我重新拥抱自己，世界也开始靠近。现在的我不再把安全感寄放在他人身上。我知道，只要我在，我就不会完全失去。这种稳定让我不再那么渴望外界的确认，也让我更容易感受到温柔。当我重新接住自己，世界也开始重新拥住我。不是因为奇迹突然降临，而是因为我终于回到自己的怀里。在那个位置上，我不再流浪，而世界也不再遥远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